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今天想带领大家做很简易的持观音圣号的禅修。如果今天你早上起来，你拥有一个非常清明的心理状态，那我要恭喜你，那就代表你昨天在你睡觉之前，你有完整的把你的心做一个整理与沉淀，所以你今天起来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如果你早上起来充满的是焦虑、紧绷以及负面的情绪，那今天我带给大家的禅修的分享将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我今天会以南无观世音菩萨作为主要的修持的一个对境。那在之后不同的影片的教学，我会选不同的佛菩萨来做教学。首先你早上起来在做这个修持之前，你要先去觉照你自己的心，先看清楚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是属于非常干净的清明，还是自己的心是混沌的，如同黑黝黝的那种黑烟一样，还是充满着嗔恨的，像嗔恨的火爆的那种能量。好，你要自己先观察一下。如果你是第二种之后的，不管是负面情绪的或高亢情绪的，你都可以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尽量让自己的心安住。安住在哪里呢？安住在你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每一个字。如果是非常猛烈的情绪，比如说你是愤怒、焦虑或者是暴躁，那这时候呢，可能不适合马上坐下来做这样的一个禅修。那你先可以走一走，先走个10步，南无观世音菩萨。好，就这样走一步念一步，走一步念一步，南无观世音菩萨。好，先走10步，念10遍的南无观世音菩萨。各位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如果你是跟父母住在一起，那我想你的房间就是最安静的地方。那如果有书房，那去书房也很好，就是到一个地方是你觉得你身心最自在的地方，而且不会被打扰，这是一个重点。那在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地方，首先你就先坐下来。那如果你有蒲团，你可以坐在地板上；如果你没有蒲团，你可以坐在椅子上；如果你连椅子都没有，你可以坐在床上，也没有问题。坐下来以后，如果能够有禅修的姿势是最好，没有的话，坐在椅子上、坐在床上都是可以的。那这时候呢，你首先呢，要先让自己的心安住。这个心安住，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你的心不要去想昨天你被上司叫到办公室指责，或者是被老板骂，或者是被同事讥笑，或者是被父母责备，就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都要斩断放下。也就是你一坐下来准备要做修行禅修的时候，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你都要像电灯开关一样，要把它关掉，就是把那些负面的情绪要斩断。这时候你有可能你心还会去想，待会儿15分钟之后我要去赶公车，我要去搭捷运，或者我要开车去上班，今天有什么开会，今天或者要去做什么采买，你可能脑筋里有很多会对未来的规划，就今天未来的规划。那这个时候呢，你也是要像关灯一样，要把它关掉，要把这些念头都止息关掉。我们关掉了过去，就是从要开始做修行禅修的这个分秒开始之前，所有的情绪或事件全部都把它放下，也放下对未来所有的念想、规划与执着。那你现在的心应该就是介在过去未来之间，也就是现在。那这个现在呢，
比较广义来讲，假设我现在带领大家做15分钟的禅修，就是15分钟是现在，但是在精准佛法的修行上，我们是刹那，它不是以分来计算，也不是以秒来计算，而是以刹那，一个刹那，大家都不用去想这么多，你只要专注在当下，就让你的心安住，也没有太沉，也没有太浮，也没有去想过去，也没有想未来，就是安住在当下。那当然在禅修当中最方便的工具是什么？就是你可以配合呼吸，也就是说你在一吸之间把你的心放在你吸入的气息，从外面然后进入到你的气管到肺再吐出，你可以把你的心念着重在这个气进气出当中，这也可以成为帮你念头专注的一个工具，就是运用呼吸。那但是我今天教学是以你专注在观世音菩萨圣号。好，我们一起来练习看看。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南无就是指我们归敬礼拜，就是我们礼拜观音的意思。那观世音就是观音，菩萨就是指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他的圣名就是观世音。那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我在别则的影片已经做过开示，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那边做复习，我在这里就只针对运用观世音菩萨圣号做一个心性的修炼跟禅修的技巧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南无，好，当我们在念南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要专注在念南无。当然你的意呢，就是你的意念，你的心所想的一个思考行为，你可以去观想，你就是在礼拜观音，就是归敬礼拜嘛，就是礼拜观音，就南无观世音菩萨。然后我们就是可以观想自己去拜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当然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把你的心专注在你念出来的每一个音，南无观世音菩萨，从音出来到最后的尾音结束，你的心都关注在你念的这个观音的每一个字。那你可以不用配合观想，你就只要把你的心原念在声音的发出，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你的心念就是原念在音，就是你是闻音，闻观世音菩萨圣号这个音，在做专心的修持。那当然你也可以用你的想象，你去礼拜观世音菩萨，你在念的时候就南无观世音菩萨，你观想自己礼拜前面有一尊巨大的白色的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如果你要用这样去观想你在礼拜观世音菩萨也是可以，那你就不是听起声音，那你就是用你的意念去借由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让你的意念去专注你心中观想的境界。那当然如果你是选择礼拜，比如说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礼拜，拜下去一次，南无观世音菩萨，拜第二次，
南无观世音菩萨第3次，你用选择礼拜的，那你就是选择用身体专注的方式去收摄你的心，来专注在你现在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好，所以你看刚刚我跟大家介绍了3种方法，第一个是你去专注你自己念出来的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你把你自己的专注力心原念在你发出来的这观世音菩萨圣号的音，所以你是用你的耳根去做修持。那如果你是用观想，你去礼拜观世音菩萨，那你就是在用你的意念，用你的心念去专注。那另外一种就是用身体你去礼拜观世音菩萨，通常是烦恼出众的人，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情绪很容易暴躁，或者是你是一个很不容易静下来的，有点像多动症，或者是忧郁症，或者躁郁的，就是你是比较难心静下来的人。我觉得用礼拜观世音菩萨，就是用你直接拜身体去拜，这个去训练你的内心的禅定的功夫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你的心的情绪的波动很大，就像一个沸腾的滚水一样，不是3言2语或者只是念几句佛号，你就是可以把你的心慢慢的调伏。你就说你的心就像一个那种疯狂的猴子一样，根本是没办法降服的。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是要把你住在你内心的这个疯猴子，我们就是要强制他去做身体上的约束。所以你就可以去礼拜，礼拜观音。这个时候你的心越拜的时候，你的心会越来越沉静。那个时候你再来进行念观音圣号的，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用声音的诵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方式去禅修你的心，就是唤起你本具的觉性。然后到最后一个阶段，你再用意念去观想，就观想你自己在礼拜观音。所以有些学佛的居士，他事实上是妄想妄念非常的多，等于说他的心不是一只疯猴子，可以是说成千上万的那种疯猴子在他的脑筋里面，他会一直自我攻击。这一类的学佛者，事实上一开始你是不适合去做这种所谓的止观的禅修，也就是你不适合去做那种坐在蒲团上一下子就做1-2个小时的那种禅修，是不适合的。这样子心念很容易会走火入魔，因为烦恼太出众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你去佛寺有些时候法师会跟你说，你去多做一些义工去外面花圃拔草或者种花，就是因为要调伏这个烦恼，借由身体的行动去专注在手上做的这件事情，去调伏那个妄念的那个心，就是有100万只猴子住在里面的那个心。有一些人他因为过去生累劫的修行，他的心很容易清明，就是很容易就不会被烦恼所绑，就是说不管他前一秒他负面的情绪有多么的巨大，还下一秒他很容易能够反观自性。那有一类人呢，他是刚刚学佛，很努力的在学佛所以他在学佛当中也会产生非常多的烦恼然后就会一直作茧自缚，然后法师或师父开示也搞不清楚那个门路。那这个时候就是所谓修行当中比较困难的这种中断的这个修行。修行有3种阶段嘛，就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所以在那种见山不是山的过程里面，对这种中间这一段的修行者而言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时候法义听起来也枯燥无味，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深入这个佛陀教法的内涵或法师开示的内涵，因为自己的业障烦恼障太重了，他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修行，而这长时间有可能3年5年，有些可能10年20年取决于你这一位修行者你的修行的根器是什么样。那有另外一种第3种类别的，
就是他是连做这种粗重的这种义工行，比如说去外面做拔草啊、种花这些，他都会升起很大的烦恼，那心就会更困难的去被调伏。所以如果在初相上没有办法经过修炼去磨练下来的话，一开始你就进到大殿里面去做这种止观的禅修也好，或毗婆舍那摄摩他的修行也好，就是坐下来做禅修，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佛陀说修行有84000种法门嘛，所以众生也有84000种，每个人的修行方式并不一样，所以所适合修行的方式跟方法也不同。所以各位居士不要把你自己就你师父对你教授的这个修行方式去跟你的朋友比或者其他居士比这个都不一样的。所以在刚刚我有点离题的这个教学里，我就是要跟大家说，你要去观察自己是属于适合先用礼拜观音是用身体去专注的方式去降服你的烦恼的这种根器的修行者，还是你是烦恼比较轻，可以直接就是进入观想禅修的，你都可以做一些尝试那这一些会因为你每一天15分钟或半个小时的这种练习，你慢慢会改变的。从一开始你根本心没办法安住下来，也就是你心没有办法像关灯一样烦恼能够止息，但是慢慢的你会进步的到后来你可能半个小时可以，甚至到后来你可以15分钟。那当然各位刚开始修行不要太急，那如果大家的心很急那就会没有办法入道，就是没办法进入这个修行的道路当中。因为你看看佛陀他都经历了3大阿僧祇劫的修行，那师父我们也是过去累劫修过来我们今生也还在修。那各位有可能看这个视频你是第一次看、第二次看，或者你过去已经跟我们看了很久，或者你跟在当地有一些佛师或法师学习，这个都有各种深浅的不同。所以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根系，了解自己的烦恼，然后要看到自己的烦恼，我觉得这是修行最重要的第一步。也就是如果你修行你不能够分离修行的心跟烦恼的心，它是2个不同的，即使它都常住在你心间是不一样的，那你这个修行到后来就会因为你的烦恼障很重这个修行就修不下去，你最后就会中断不是因为你的师父对你太严格，或者是这个法师对你严格，或者是你的其他的师兄道场的义工对你态度不好，都不是，而是你自己的这个烦恼障障住你自己可以明心见性的机会。所以我今天呢虽然我没有机会跟大家带领做很具体的禅修，但是我想让各位能够有机会去了解，你是属于第一类别的靠声音可以专注的，还是第二种靠心思的观想，还是你要靠身体的动作来去帮助你收摄心性。请各位也要在留言区告诉我那这样我也会知道你各位的根器是大概是怎么样，那在我下一则的这个禅修的教学，我就会比较能够去帮各位准备课程。所以今天最后呢，我就带大家一起来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各位就可以去选择你是用拜的，你要念诵的，还是你要用观想的方式，你也可以合并在这108次的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持诵当中。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合掌，我们要观想观世音菩萨在我们的心间，在我们的头顶之上，观世音菩萨在我们的前方，观世音菩萨无处不在的遍虚空遍法界的看着我们。好，那我们一起来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大家可以选择闭着眼睛，或者是看着我或者是我在旁边会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圣像跟着观世音菩萨看着观世音菩萨一起念，或者你要自己看着自己家中的佛像都可以我们一起来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
摩观世音菩萨。当我们念前面3遍南无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想观世音菩萨在前面的虚空，因我们的引请来到我们的前方。我们再继续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我们又在念3遍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他是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就是坐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加持我们。我们再继续来念3遍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这时候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从我们的头顶，它慢慢的也到了我们的心间就我们的所谓的心轮这个部位心间。那我们就继续再念观世音菩萨。那我们之后念的从第10遍开始念的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们就可以专注在观想在我们自己心间的这一尊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们也可以把手放掌。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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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萨。到最后念完108遍的时候，我们可以禅修1分钟。我们要观想观世音菩萨在我们的心间放着白色的光，把我们的内心的这些烦恼、负面的情绪都净化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睁开眼睛来做回向。以此功德愿证佛自性，降伏烦恼怨敌之过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好，或者你就简单的回向就回向你自己的工作、家庭你现世所有的心愿，出世你修行的一些善业功德，你都可以回向。好，那我想今天呢，我花了一点点的时间，让各位能够去检视你在修行上，你是属于很容易去关照到自己情绪的人，然后你能切割的，还是你是一团面团你就根本自己的情绪跟觉性都分不清楚的，还是你是一个有成千上万的疯猴子在霸据你内心的人所以你要先去观察你是属于哪一种根系的修行者，然后再来选择合适你的一种摄心的一种修行的方法那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很多人学佛就是第1年他去皈依一个师父，拜一个师父觉得这个蛮好的，然后再隔1-2年又听到别人介绍哪一个师父很厉害，他又跑去皈依又去学到第3年又发现这个也很不错就好像在 shopping， 好像在我们像逛百货公司一样每一个都想学每一个都想要收集，想要收藏，到后来会一无是处。那因为我们在修学佛法来讲，对初机学佛者，这时候事实上是要一门深入，也就是你不能够超过2个师父以上，最多不能3位当然这是指实质上面对面指导你的这些出家法师们那
并不包含有些你在网络教学的这些法师的授课，因为有时候法师面对你的时候，也就是你的皈依师父面对你的时候，他是很了解你的根器，很了解你的习气，很了解你是属于哪一种乘别的修行者，大乘修行者还是小乘修行者，还是声闻缘觉的修行者，他是很清楚的。所以有时候是要渐次的，那这个渐次的过程有时候甚至要一辈子甚至生生世世的修行，不可能是在那1年2年甚至几个月当中会有巨大的改变。那现在的人呢，都非常的急功近利，觉得3、2个月觉得没什么感觉啊，烦恼没有消减，这个好像不配我的胃口啊，好像这个不是我喜欢的又换。所以如果各位要去学习佛法，要去皈依一个师父，你要先去观察他，那皈依了之后，那你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接受你的师父的教戒啊，这才是一个如法的佛弟子，而不是像逛百货公司一样啊，到处结缘啊，到处去攀缘，到处去学习啊，甚至到后来好像跟出家人在做朋友一样。哎呀，我认识了20个出家法师啊，甚至我认识好多好多，好像在收集名单当中。这个都是在修学佛法上都是一个比较错误的一个认知的概念哈，因为毕竟佛法僧三宝嘛，那僧侣出家人是三宝之一，是能够救度众生的这个僧宝，也就是这些出家人看起来是跟各位一样都会吃饭啊，也会生病啊，衣服冷了要多穿衣服，看起来跟人一样，事实上他所受持的戒律，他所修行的正量都是有他累生累劫的一个资粮，有些是这辈子刚出家修行的，有些他生生世世修行的，有些他甚至是再来人，这些我们一般人都看不懂。所以在修学佛法上一定要跟随正信佛教的法师们学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不要三心二意，如果你贪求贪快贪神通，最后你一定会走偏，会背离佛法哈。因为这都是佛陀告诉我们的，真心的佛教徒我们不能希求神通感应，但是我们会有佛菩萨的加持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去希求，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带有目的性的去求这个就是叫染污的求这个我们就不推崇，好不好？那我想在这里就跟大家做一点提点，如果各位已经是有皈依师父的，那就请你好好的珍惜你的皈依师父对你的教戒。如果你的皈依师父对你很严格，那你要很感恩，因为他正是能够破除你的我执，破除你的烦恼障的一个善知识。那我们学佛不是顺着自己的胃口，就是我觉得对我好的我喜欢的我就学这种观念是错的。我们曾经有一位就是在别的道场的居士来跟我们请法，他不是皈依我们师父的在家居士，他就跟我说，他说师父，我去那个某某某某一个小佛堂那个师父对我好好他把他自己舍不得的东西他送我结缘，还煮东西给我吃他对我好好我好喜欢他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对佛法僧三宝没有正知正解的一个理解就是这个出家的僧宝不应该用一般像朋友对你好的心态去看待，这样子就是带有染污执着的烦恼相，那这样子对修行是没有注意的。所以我想在最后就跟大家做一点分享，那我们云端相见那我也希望我的一些开示对你有所注意，那如果有请记得在留言区分享。那我们现在 YouTube 呢，它有粉丝推播的选项，也请各位记得帮我们点赞分享，按下小铃铛，然后在粉丝推播请尽量帮我们推一个礼拜有3次，让我们这支影片可以让更多跟佛法还没结缘的众生能够结上善缘。那希望大家都用一根手指头来弘扬佛法，感谢大家，阿弥陀佛。